你要稳定，你一定要先顾好它的散热。对，你温度过高，你机器温度高，引擎温度高，一个是效率下降嘛，对，然后一个是材料容易老化。你以为是什么呀？涡轮水赛又中奖了是不是？它把它轻量化了，它的重量变轻了。第二个呢，它的直径缩小了，所以让它的水流速可以变得更快，的引擎可以更有效率的维持在一个工作区间。如果你今天没有装飞盘的情况下，你的水温区间大概落在96到104差不多这个区间。如果你换了皮带盘，最低差不多。Oh my god！ 哇哦！大嘴巴虽然可以辅助进气量，对引擎的吸气量，但是相对的它也遮蔽掉了一部分的水箱散热面。整天开下来，对，我们的那个车子啊，其实都会呆呆的，有点像热衰竭这样子，对，所以会很想去。如果花一些小小的金额，就一些小小的升级，可以改变一些，对，其实不错的。对，想为爱车提升心灵马力吗？阿鹏百宝箱可以解决您的烦恼，专为车友精心设计，各式车款配件、饰板、改装小品应有尽有。无论改色 logo、置物盒、荧幕钢化膜，甚至连超强拨水雨刷都有。阿鹏百宝箱虾皮卖场请见下方资讯栏。欢迎收看脖子解说，记得开始前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当然也有我们的社群，欢迎车友们一起加入来聊一聊。诚如各位所看到，为什么我们的引擎盖要打开来又要照灯？你以为是什么样？涡轮水赛又中奖了是不是？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，目前脖子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。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在上一部影片有拍过，我们去马卡车业换了99 Plus 的飞盘，那其实用到现在也差不多3个多月，有蛮多心得想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。飞盘它其实就是水邦普的皮带盘，就是这一颗有没有黑黑的在转？那99 Plus 针对水邦普的皮带盘做了哪些改变呢？第一个，它把它轻量化了，它的重量变轻了。我们上一部影片的时候有拿给大家看。第二个呢，它的直径缩小了，缩短了，所以让它的水流速可以变得更快。当你的水流速变得更快，所以可想而知，你的引擎可以更有效率的维持在一个工作区间。如果你今天的水温过高，管制你会脆化；水温如果又过高，甚至会联动影响到你的机油会裂化，你的引擎机件会有磨耗、磨损。所以其实我觉得飞盘这个东西啊，我认为算 CP 值蛮高的，因为你几乎不用动到什么大的零件，可以直接做安装。那当然讲了那么多，还是怎么样？数据会说话。我们其实有装了那个路飞表，那也观察一阵子啊，有蛮多心得跟大家分享。接着我们到车内来给大家看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看应该蛮多车都有一台，好，一车一台啦。路飞表，很抱歉，这次脖子不是要什么业配路飞表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跟他们合作，那也因为装了这个皮带盘，其实还蛮好奇那个前后的差异。那我先跟大家分享数据面来说，如果你今天没有装飞盘的情况下，你的水温区间大概落在96到104差不多这个区间。但是我实测过哦，如果你换了皮带盘，我现在看最低差不多92到98，92到97、98这个区间。皮带盘的概念，我们先实测给大家看，现在大概88左右嘛，转速大概这个800多嘛。好，开始我们来吹一下。好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，87、86。85，我现在拉转速，因为它的皮带盘变小了，你看86，它皮带盘变小了，直径变小又变轻，所以转得更快，让它的水流又变更快，水流变更快，所以让它的温度就像刚刚一样，一直降。那当我今天收油门的时候，它的温度就慢慢再回来了。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还没换之前，我的想法一直都是反过来的，我一直认为说你应该要放油门。松开它，不要再拉转速了，它温度才会降下来。但其实是反过来，你反而是拉转速的时候，吹油门拉转速的时候，转速上来，然后让它的那个皮带盘转得越快，水就越快，所以温度就降下来。接着我们就实际上路来实测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在跑这个高速。不过我好奇小老板，像我们现在室外温度啊，都30多度嘛，那热一点可能36、37、38。对。然后
你看，其实，在那个温度上维持大概在80上下，对这样会不会造成所谓供油过多？其实不会，你只要知道说这一台车它的正常工作温度是几度，你要控制在它正常工作温度的范围，就不会造成车引擎太冷，然后供油过浓。像这台车啊，你如果有看电脑的话，插电脑去看数据，对，它76度，对，就是达到这颗引擎它要的工作温度，它那时候就已经到正常工作温度的阶段了。就是76了。对，只要在76度以上，对，你的供油就是正常，它就不会过浓。对，所以为什么不是说一味的降低，但是也不要太高。对，现在79。对，就是变成说，其实你一颗引擎啊，你要稳定，你一定要先顾好它的散热。对，你温度过高，你机器温度高，引擎温度高，一个是效率下降嘛。对，然后一个是材料容易老化，像水管之类的都容易漏水。对，垫片容易渗油。对，就变成说，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像我比较会改车之前，我会比较建议说，先从温度，引擎健康了，你要改它，自然你就比较有本钱去改了。因为每颗发动机的工况温度不一样。对，所以就是先去了解它以后，你再去着手，会有比较好的效果。算是巡航。对，巡航。对，这个温度其实已经算它最低了。最低了哈。对，不会再低了，就是刚好高于76。对。所以目前就是小老板这边常常在开那个 range 大概都多少？看天气。如果说天气冷一点的话，就是78到83、4中间。这夏天的话，它也不会像我们现在这种天气这样开，它也不会超过85。小老板是装钛的嘛？对，我是装钛的飞盘。对啊，因为就是当初我们有试把水箱啊之类加大的，效果没有这么明显。原厂的 XT 正常的水温大概会介于85、86上下的区间跳动。当然有些少数的车种啊，车子。我们有曾经看过90出头，有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影响。我们前面装了可能阻碍进气的东西，中风面积不够多，比如说类似大嘴巴，我虽然可以辅助进气量，引擎的吸气量，但是相对的它也遮蔽掉了一部分的水箱散热面积。对，所以就是该装也不是，装也不是。就有时候有些东西并不是说一定是全面性，有些东西可能就是在我车上，如果说我是为了进气效率好，但是我水温又不会过高的情况下装，当然是没差。对就是因为毕竟产品就只有适合自己。对，你觉得哪种产品适合你，当然你就去使用它。当然如果说对像这种东西，如果说不适合，对，那对我来讲可能就用不到。对，等一下就看一下市区的变化，因为现在在停红绿灯嘛。对，它就是升到82，可能会到83。对，然后就差不多了。然后你油门有踩，那个水又再降下来。对，水泵补有在运转，它温度又会再稍微下降一下。刚刚怠速是82。86。但是我现在是故意侧爬坡给你看。对，我这样子测啊，就是它只要一恢复到平面，对，它等下温度又开始降。它爬坡，你如果路够长，它温度还是会降。因为我刚刚是低时速高转速。懂。低时速高转速，所以那时候引擎的热会比较高。就是你有装这个东西啊，你看我上来温度一下就很快，它就压下来。对，很快就降下来。刚好这个在我的下一台就是嗨，怎么称呼？你好，我小钟。小钟哥对不对？小钟哥同时也是哪个群组的？我的群组叫做 FFS 啊。之前车距有见过面。有。OK， 小钟哥今天来换什么东西？那个飞盘对不对？跟脖子一样，我也排很久了，对不对？等很久。前面其实很多车友就是也都抢着要。他想说我有工作关系大家先装没关系，我可以排后面一点。而且刚刚跟小东哥有聊到，其实小东哥平常用车的时间很久。对，差不多中午发动之后到8、9点才有熄火，都没熄过，中间都没有熄，都在外面跑。对。哇，现在跑多少了？6万了，很痛。哇塞。OK， 那我可以好奇问一下小东哥，为什么要换飞盘吗？
因为其实它对我们那个水循环有帮助哦。对，所以在我们那个温度上，其实整天开下来，我们的那个车子啊，其实都会呆呆的哦，有点像热衰竭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会很想去。如果花一些小小的金额，就一些小小的升级，可以改变一些，其实不错的。对。然后目前小龙哥有看目前你的车的温度大概是多少？目前平常会在大概是我在踩大概是85、88。如果稍微上坡大概92，上坡大概92。对，那如果现在这个东西再上去，有可能在上坡或者是在大脚的情况下，它温度的提升会比较慢。哦，对。兴趣参加车聚的话，就是一样加入 FFS 的群组，了解一下，讯息都会发在上面。那我一样把 FFS 的那个连结放在下面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谢谢。24大改款 Apple Car UFO 正式上市咯，支援 HDMI， 可连家中电视看 YT、Netflix 等。7色调，256色彩变化夜光呼吸灯，支援双屏易显功能，各式机型皆为脖子车友优惠价，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。哦，对了，凡购买皆附发票加原厂保固哟。